大家好，春节档开年大战，易烊千玺的《满江红》和王一博的《无名》直接碰撞，电影圈弯道上，一个领跑的人跟一个紧跟的人，简直组成了诡异2023年最好玩的戏码。只是中间杀出来的一个群体，明晃晃形成了一股左右战局，影响结果的大杀力量。王一博肯定想不到自己居然突然成为了渔翁一样的存在感。那么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有点像八面玲珑、口才了得的杨幂，绝对想不到自己认认真真的直播，居然会输给轻轻松松出镜的赵丽颖。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一眼能够明白的，因为人心隔肚皮，风向错了的时候，想不到的精彩就发生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最近放在短视频区的一些赵丽颖、王一博的瞬间速写，您基本可以看到一种王炸姐弟平时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些率真而耍宝的写照，让他们所演绎的电影或剧集显得那么的生动和反差。这种反差越大，剧抛脸的成功就越近，因为演员演的就是生活。于是乎，有趣的是，和赵丽颖共同直播的主持人发表长文，夸赞她是一个简单纯粹的女孩子，她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相处的还是蛮不错的。这种反差之中的反差，让最近被人一窝蜂诟病直播的杨幂，注定更不舒服了。赵丽颖现在转型还是蛮成功的，她这播出的这几部剧都是不同的类型，播出的效果都是蛮不错的。重要的是，投资人也是蛮开心的，觉得他很多类型的剧都能够出来的效果数据都还可以，观众也蛮喜欢的。赵丽颖今年的剧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好，还是有在接触一些剧本，这些剧本新万我也一路没少聊，毕竟越成功越需要谨慎，因为一个触雷就保不准前功尽弃了。所以赵丽颖的眼睛毒明晃晃是环境逼出来的。对于王一博而言，2年孤勇努力闯荡电影圈，您感觉他的眼睛有够毒吗？跟王炸姐姐一样毒吗？这点博纳应该心知肚明。由程耳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无名》定于大年初一上映。2023年1月12日，片方发布 IMAX 海报，宣布影片将同步登陆全国 IMAX 影院。影片由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森博之、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仪主演。这天发布的 IMAX 海报延续影片神秘高级的质感，梁朝伟眼神温和但坚定，王一博从容的神情中暗藏机警，两人目光所及何方，谁能稳操胜券？平静的画面中张力和悬念拉满。随着无名释出更多画面信息，程耳导演强烈的个人风格呼之欲出。此次他用对镜头语言的偏执考究，再次为观众奉上一次视听盛宴。无名全片采用顶级摄影机阿莱65拍摄，通过震撼清晰的银幕画面，观众如同亲临波谲云诡的隐秘战线，荡气回肠的无名英雄史诗将更加震撼。画面张力和历史质感直击人心。如程耳导演所说，我们要通过无名这部电影展现无名的地下工作者的奋斗，带观众去看到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新万我之前说了，大半年不变纯黑色为主的无名海报对于红红火火的春节是不太友善的，所以这次无名 IMAX 专属的3张海报加入了不同的悬念色调，延续了影片神秘高级的灰色质感与强烈的美学风格。海报上的梁朝伟面容柔和，眼神深邃，却似有无穷的秘密和无尽的沧桑过往隐藏其间，如平静海面之下有暗流汹涌。而王一博则是面容冷峻，眼神凌厉，目光所及之处似有惊涛骇浪正在酝酿增长，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紧张氛围透指而出。而第3张横款海报的设计极尽克制隐忍，除了必要的文字信息外，几乎只有淡淡的光影，蓝绿色的基调投射出安宁和希望的气息。一句隧道尽头终有光，则让观者意识到，海报上的岁月静好有赖于无数无名英雄的探索和牺牲。强烈的反差效果令观者对完整影片的丰富层次更添好奇，也让人期待更具表现力的 IMAX 大银幕所呈现的故事全貌。除了别具一格的镜头语言，非常规的叙事方式，程耳导演对人性的思考和刻画也往往令观众耳目一新。无名中人物形象塑造立体丰满，
戏剧感、张力感十足，直击观众心灵深处。梁朝伟称自己饰演的是一个善良的和平主义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见证了战争的残酷。王一博则表示自己的角色心里很苦，这是挺让人心疼的一个角色。无名就是讲了很多在那个年代无名无姓的人，他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很大的牺牲和贡献，我们才有了现在的美好生活。为了更好的沉浸在角色中，王一博把压力变成养料。拍戏期间我也一直没有放松过，这跟片中的角色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个压力是好的，对拍戏有帮助，看得出来。每一段学习和经历都能让王一博沉淀和积累，这感觉跟课堂的感觉没差。在人们的心目中，老师的地位不容撼动。一名学生能够走向成功，除了自己本身的努力和家长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一名优秀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的命运，甚至影响很多学生的一生。在学生们的成长过程中，总是能够遇见很多的老师，有的老师和蔼可亲，有的老师严肃认真，但是真正能够在学生心里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可能并不多。而华坪女高的张桂梅老师，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有着再造之恩。张桂梅老师将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教育，奉献给了学生们。现阶段，赵丽颖哽咽致敬张桂梅老师，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连带的不仅赵丽颖被黑粉一窝蜂怀疑和瞎想，甚至就连倾尽所有的张桂梅老师也遭到部分网友的质疑。话说，在三农人物荣誉盛典上，赵丽颖身穿白色衬衫在舞台上，她在看完张桂梅穿越40年时空的对话后泪洒现场。随后，她还在舞台上哽咽着朗诵了学生们写给张桂梅老师的信，向张桂梅老师致敬。相信张桂梅老师的经历和事迹，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能吃到该有的瓜瓤和硬核，所以新万我也就不再赘述了。可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校长，却遭到了网友的质疑。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有部分网友认为，张老师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留在教育一线，他即使被人搀扶或者坐着轮椅，也要出现在学校，出现在镜头前。如此看来，他也不见得就是新系学生，还有可能是沽名钓誉。对于这种质疑，新万我真心建议他们用力听一听本频道的那些硬核，因为没吃饭就吐槽，只会吐出让人作呕的酸水。同样的，不明白就胡扯，只会说的莫名其妙，有辱大脑和智商。这样一位将自己一生都奉献给教育和学生的老师，即使不能获得认同，也应该获得最起码的善意和尊重。像张桂梅老师这样的付出，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且，新万我也在网络上看到有网友质疑赵丽颖因为张桂梅老师而哽咽和落泪是在做戏，不过是人设而已。这一点，新万我刚刚解释过了，一种叫做大演员和苦孩子的不同视角。毕竟张老师的付出值得感动，其实只有内心阴暗的人才会频频质疑别人的付出和感动。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担心张桂梅老师的身体，还有网友表示，张桂梅老师这种情况，是否能够有人传承她的志愿和衣钵呢？毕竟华坪女高的学生们是源源不断的，张桂梅老师总是要将她的接力棒传承下去。对于网友们的善意担心，新万我想说，大家可以放心了，因为在华坪女高有一位周云丽老师，她就是张桂梅老师第1届的学生。周云丽老师就等于传承了张桂梅老师的衣钵。周老师其实本来可能没有上高中的机会的，是张桂梅老师才让周云丽有了读书的机会。果然，经过3年的努力，周云丽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当地的教师编制。但是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她却选择了放弃。她选择回到华坪女高，回到那个教育了她、培养了她的地方。她也想要帮助更多的大山女孩走出贫困，走向大学，帮助她们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张桂梅老师的衣钵能够有自己学生的传承，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未来周云丽老师是否能成为华坪女高的校长，其实都不重要，只要能为学生们做出贡献，都值得被学习。这或许就是传承。一辈又一辈的教育人，为了学生而付出自己的精力，甚至是全部。无论如何，这次三农盛典非常的隆重，也非常的成功。赵丽颖的空降现场
让全网的话题度更上了一层楼。关于三农、关于教育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两位大女主展开，这注定是黑粉想象不到的成功。这同样也是Shin Wan我喜闻乐见的结果，因为Shin Wan我的铁口镶不镶金边已经没所谓，因为已经麻木了。更重要的是，两个女中豪杰一前一后出现在了盛典与高光中间，让Shin Wan我的频道冥冥之中无意之间提前2年神秘交集了一把全中国最可爱的两位人间清醒和顶级流量。Shin Wan我常说，念念不忘，爱必回响，爱必然会回响，您说对不？有趣的是，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也肯定通过本频道了解了王一博与王鹤棣前浪后浪的交集，以及王一博与易烊千玺后浪前浪的交集。所以说，先知先觉总能让人提前玩味一把领先人间、预判未来的快乐。现在，易烊千玺主演的电影《满江红》和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都扎堆在春节档上映，这是春节档史上第一次有2个顶级流量主演的电影同时上映，因此双方粉丝终将展开一场精彩的控评大战。或许大家万万没想到，易烊千玺粉丝不仅要面对王一博粉丝的挑战，还要面对王俊凯粉丝的挑战。王俊凯的很多粉丝最近在讨论，等《满江红》上映之后，他们要集体在网上打差评，无论电影好坏，他们都统一说不好看。怎么样？您烧脑没？中间杀出来的异次元势力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坐力呢？有的王俊凯粉丝说，为了不引起易烊千玺粉丝的回击，建议大家用小号导游。但是同时也有人说，不管谁骂满江红，易烊千玺粉丝都会认为是王俊凯粉丝在骂满江红，所以干脆用大号骂吧，也不藏着掖着了。2022年，王俊凯有2部电影上映，分别是《断桥》和《万里归途》，易烊千玺粉丝也道油了，所以王俊凯粉丝这是礼尚往来。王俊凯和易烊千玺是 TFBOYS 的成员，是同事，是兄弟，没想到他们的粉丝却水火不容。这种影评的杀伤力，Shin Wan我真的肉眼可见，因为这情形即便司空见惯了，但王一博的自家粉丝会不会被贸然躺枪，被拖进浑水呢？所以有时候风向和舆论时时刻刻都值得大家警惕，特别是粉丝群体。当然了，对于首当其冲的正主而言更是如此。Shin Wan我这个说法，您认同不？年关将近，所有品牌商都在搞活动，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包装好华贵礼盒，利用各种渠道售卖，这自然少不了请来代言人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发福利。因此，追星的小伙伴们能够在直播间里面看到自己喜欢的爱豆正在营业。然而，就在简单的直播中，却有人翻了车。这人就是已经红了10多年的85后超一线小花的杨幂。出席直播的杨幂妆容精致，状态很不错，穿着荧光绿毛衣，黑色皮靴，露出一双美腿。以杨幂的知名度，除了粉丝会追着围观这场直播，同时也吸引来了其他很多路人。可是看了这场直播后，大家发现杨幂给人的感觉怪怪的，爱搭不理，有气无力，对待主持人的态度很敷衍，好像心情不太好，一直有情绪的样子。在主持人提问杨幂的几个环节里面，杨幂的回答都带着刺。不仅如此，她调转枪头还咬住主持人不放，一直想让主持人暴露一些她的囧事糗事。主持人呆呆的不知道接什么话好，只能伺候着杨幂，任由粉丝成千上万的国内大牌女明星将自己随意拿捏。杨幂高高在上的态度，主持人的小心翼翼和不知所措，让很多网友都非常愤慨，带入了自己打工人的心态里面。由此，这场直播引发了网友们对杨幂的群起而攻之。偏偏好巧不巧的是，杨幂一直以来的强有力对家，她最大的竞争对手赵丽颖最近也出席了一场自己代言某品牌的直播。赵丽颖出席这场直播时，身着一条国内鬼才设计师设计的蓝色抹胸长裙，状态一样十分不错。不一样的是，向来被认为是情商有些低，在采访时不会接话，只会甩刀的赵丽颖，倒是在此次活动中和主持人有来有回，笑语嫣然，效果很不错。这就让人很奇怪了，向来标榜的都是会说话、人间清醒、情商高的杨幂，怎么会还不如一直嘴巴比较笨、反应很慢热、
说话总是不小心给人捅小刀的赵丽颖在直播中表现让人感到舒服呢？其中原因概括有三，第一个是长相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骨骼面相会随之改变，慢慢的，脸上的胶原蛋白挂不住肉，眼窝逐渐深陷，颧骨开始高耸。这个时候，曾经的小圆脸赵丽颖的优势就出来了，少了一些肉嘟嘟的稚嫩，多了一些国泰民安的大气，五官轮廓越发清晰起来，看着就让人感觉很舒服端庄，比较容易心有好感。而杨幂本来身形就瘦削，她的五官走向，说好听点是越来越有棱角，说难听点都有一点尖嘴猴腮了。所以这样的脸从一开始摆到网友面前的时候，大家下意识的都会觉得杨幂是个不好相处的人。第二个则是整个活动流程的设计，就在网友纷纷吐槽杨幂的态度不好的时候，粉丝们着急忙慌的给大家分析解释，说是为什么效果这么差。确实，杨幂参加的这场直播活动内容很无聊，不知所云，没有什么重点，主持人也不是很活泼，很会开玩笑，一下子就冷场了。性格比较强势的杨幂就把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上，想要反客为主。不过显然他对主持人的相处模式方式并不适合拿来给一个陌生人。赵丽颖那边的直播现场看起来比杨幂直播要成熟得多，主持人和赵丽已经合作了很多次，主办方设计的流程也一直没有停下来，保持了节奏，请赵丽颖做选择，有一定的采访内容，还玩了游戏，内容比较充实，没有依靠艺人独自发挥，自然就避免了让赵丽颖出错的可能。第三个就是表情管理不当，不管面对着直播活动当中的采访满不满意，或者是对主持人的熟悉与否，赵丽颖脸上始终挂着微笑，道理大家都懂，就算心里面有10000个草泥马飞奔而过。作为一个代言人的基本素养就是做好表情管理，给品牌当代言人，说白了也就是某种高级销售，必须要有笑脸陪人家。但杨幂就忽视了这一点，全程没有热情的微笑，满脸写着我就是来工作完成任务的，这个观感肯定不好。说到这，您自己的观感和对比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呢？在深万我的短视频区，您所看到的赵丽颖生图和生猛，又让您看到了赵丽颖什么样的敬业态度和精神风貌呢？说实话，赵丽颖的一个必杀技，或者说妙妙招，一直都没有变过，因此让习惯的人更加习惯了，也让以前不习惯的人对比杨幂之后也开始习惯了。时间是个好东西，所谓日久见人心，就是这个道理了。如果您没听过张桂梅这个名字，或许在本频道的过往硬核中，您的感动就会油然而生，敬佩就会生发其中了。1月10日晚，2022年度三农人物荣誉盛典正式录制完成，1月15日正式上线。赵丽颖参与了荣誉晚会的录制，中国三农发布了一组赵丽颖在录制现场的照片，非常感人。赵丽颖上身白色衬衫搭配一条黑色的喇叭裤，非常符合身份定位。现场播放了张桂梅校长一路以来对教育的奉献与付出，现场4周的立体呈现，画面中穿越40年的时空对话，让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赵丽颖站在舞台中央，全程看完后非常的感动，情不自禁的潸然泪下。随后，赵丽颖哽咽的朗诵了张桂梅校长的学生们写给张桂梅的诗。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问我，只想说，此时此刻感同身受的赵丽颖，无疑的已经把自己带入进去了，这份荣耀同样属于赵丽颖。哭过苦过的赵丽颖与有容焉，出身农村的孩子，知道一个好的老师对自己的成长乃至人生有多么重要。尤其是赵丽颖，她长大后，赵丽颖考入了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空乘专业，但毕业后的她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放弃投考空姐的机会，而只能选择在自家附近的管道防腐公司做销售工作。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是赵丽颖的终身遗憾，也是她在那些中戏、北影同行面前难以言说的痛苦。这一点，深万我已经聊了很多了。在赵丽颖出道2年后，2008年8月，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级中学在华坪建成。截止到2019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连续10年高考综合上线率100%，1645名贫困女孩从这里走进大学。
看到张佳梅老师的事迹，真是感慨万千，为山区穷苦孩子奉献了一辈子。想必赵丽颖也是一样被其感动。这次中国三农选择与赵丽颖合作，真是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增加了公众对官方机构的了解和认可，又因赵丽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三农人物的事迹。有那么一群可爱的人在默默的付出，自己曾经的遗憾在新一代人身上得到了弥补。赵丽颖心情复杂，可以想见，懂得感恩，懂得感激，是人性良善的一面，闪光的一面。况且现场很多人也哭了，在她身上，深万我看了她与张桂梅老师的相通相契之处，因为她的眼泪代表了几千万农村娃的感激与感动。赵丽颖除了这次参加2022年度三农人物荣誉盛典，空降成功，全国堪称规模最大的三农朋友圈，还参加了2023北京电视台春晚。赵丽颖的鬼聪明果然不是一星半点，而是萤火虫点亮的星空。而且赵丽颖选剧的眼光真不错，今年播的剧都是口碑很好、收视极高的，并且以风吹半夏获得了影视榜2022年度总评榜的最佳女主角。真是应用了那句话，越努力越幸运，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用在易烊千玺和王一博身上，同样发光发热。至于为什么深万我之前的硬核同样在放光发热，只是深万我怀揣良善的视角，还是会有意外的盲点的。因为每次王俊凯、易烊千玺有电影上映时，对方都会发微博宣传，甚至还包场，结果他们的粉丝却在诋毁对方的电影，真的太讽刺了。其实越是来自同一个团体，竞争意识越强，因为他们太像了，所以粉丝都不希望对方好，对方好了，自己的偶像肯定就不会好。我们还是回到《满江红》和无名上来说两个小故事。王一博刚进无名剧组就被导演程耳要求独处1周，不能玩手机，不能打游戏，甚至和朋友、家人也不能天天联系。王一博说，没有放松过，一直都是有压力跟压抑的感觉。满江红的工作人员在剧组分享会上谈到了易烊千玺的表演，说易烊千玺入戏特别快，情绪控制的特别好，很关心剧组工作人员。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易烊千玺正饱受考编负面新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把坏情绪带到工作中来。顶级流量的粉丝很重要，但不是体现在诋毁对方，而是体现在抢座上。他们的粉丝可以提前买票，提高电影上映前3天的上座率，外加深万我全网首个挑头提到的那些硬核有力、详实有料的影评。如此这般，就会让路人以为电影很好看，最后形成良性循环，这才是粉丝要做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退一步讲，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必须感叹一把，粉丝的成色永远影响正主的快乐。本频道铁口无数回的粉随正主和粉碎正主之间的差距和案例，简直值得所有粉丝群体无论大小集体学习一下，座谈一下。毕竟正主成名不易，粉丝任性造反，一切都会崩塌落地。这不，另一个最新的案例说来就来了。以爱为营从官宣开始就没消停过，戏粉撕过，番位扯过，男主的团队、女主的老板都公开在网上 battle 阴阳过，甚至就连拖欠群演工资这样的烟渣操作也干过。真的是一部还没播出就让人头大的狗血剧。这项目的形象都已经差成这样了，男主王鹤棣的粉丝还要火上浇油。日前，王鹤棣的粉丝在围观剧组拍戏时候，直接集体辱骂女主白鹿，大喊又老又丑又爱搭帅哥，让大众再次见识到了粉丝群体素质的下限。说到王鹤棣的部分粉丝，那真的是奇葩中的战斗机，当面骂合作女主不说，此前他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在应援期间偷程毅、虞书欣等人的粉丝购买的物料，简直是离谱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怎么样，深万我苦口婆心，全球首播的粉皂事件是不是粉圈的特产呢？可以说粉皂事件不缺 2.0、3.0、N0， 您说是不？当然了，对于压力山大的无名和王一博而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还是妥妥的现货和鲜活。毕竟生存下去是整个娱乐圈貌似人人公平的基本法则，丛林规范。王一博肯定想不到前路的多样性会如此丰富，就像情商在线、喜欢较真的杨幂、马失前蹄一样。
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询问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杨幂没说错啥，只是认真较真的态度让人受不了了。因为她的态度已经开始离地3尺了。相反的，赵丽颖那边其实没啥，只是一直在笑，在都说快乐，就这么简单。因为笑就是人类最好的解药，说多了都是废话。